第一课：科学与信仰，矛盾还是共荣？你怎么可能相信耶稣？我们这时代应该相信科学。这是一位刚认识的朋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他的语气不算激动，但眼神里充满了疑问，仿佛在说：难道你不知道进化论已经解释了一切？难道你没有学过科学吗？我微笑着回答：其实我不但相信科学，也相信耶稣，并不觉得这两者是冲突的。他一脸惊讶：怎么可能？科学和信仰不是对立的吗？这正是许多现代人对信仰的误解。他们认为科学是理性的、可验证的，信仰是感性的、盲目的。科学依靠证据，信仰则只靠个人感觉。科学已经解释了世界的运作，根本不需要上帝。但这真的是事实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探究科学与信仰到底是矛盾还是共荣。一、科学与信仰的定义与目的。首先，我们要厘清一个问题：科学与信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科学的目标，探索世界如何运作。科学是一种方法，它透过观察、实验和推论，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运作方式。例如，物理学解释万有引力和宇宙的运行规律，生物学研究生命的构造和演化过程，化学探讨物质如何反应与变化。信仰的目标，探索世界的最终意义。信仰并不是要取代科学，而是回答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：宇宙为何存在？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道德与爱从何而来？死后会发生什么？科学可以告诉我们生命如何运作，却无法告诉我们生命为何存在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有一台 iPhone， 科学可以告诉你它的材料、运作原理、电池容量等，信仰则回答这台手机的设计者是谁，它被创造的目的又是什么。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补的。二、科学与信仰的冲突迷思。许多人认为科学与信仰冲突，其实是因为几个常见的误解。迷思一：科学证明上帝不存在。事实上，科学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，也无法证明上帝存在。圣经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诗篇19篇1节。许多伟大的科学家，如牛顿、爱因斯坦、伽利略，都认为宇宙的精密设计显示出一位超越的创造者。宇宙的精妙运行让我不得不相信有一位伟大的设计者——牛顿。如果你发现一块精密的手表，你不会认为它是随机产生的，而是有一个制造者。同样的，宇宙如此精确与和谐，怎么可能只是偶然的结果呢？迷思二：进化论与创造论对立。很多人以为相信进化论就不能相信上帝，但这其实是错误的二分法。进化论描述了生命如何变化，
但无法回答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目的。即使进化论成立，也无法解释生命最初是如何产生的，人类的道德与意识从何而来。即便有演化过程，仍然不影响上帝作为创造者的事实。迷思3：基督徒都是反科学的吗？其实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，包括伽利略，物理学之父；牛顿，经典力学与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；法拉第，电磁学的奠基人；巴斯德，细菌学的创始人。这些人不但相信科学，也相信神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发现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指向一位有智慧的创造者。3. 当科学家遇见耶稣。约翰是一名物理学教授，他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，坚信科学能解释一切。他曾对基督徒朋友说，信仰只是人类的幻想，真正的智慧应该来自科学。但有一天，他在研究宇宙的物理定律时发现，宇宙的万有引力、光速、基本物理常数竟然都精确到一个极其完美的程度。如果其中一项稍微改变，整个宇宙就无法支持生命的存在。这让他开始思考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还是有一位设计者？他开始研究圣经，最终他承认，科学带领我了解世界的运作，但信仰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。现在，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，也是一名基督徒。他说，信仰不是科学的敌人，而是它的完成。4. 从相信科学到相信耶稣，下一步呢？如果你已经开始思考，科学是否真的能解释一切？那么，你可以试着问自己：宇宙的起源从何而来？人的道德意识与爱的本质从哪里来的？科学能否解释我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意义？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，但只有信仰才能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归属与目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6节。今天，你愿意探索这份信仰，从只相信科学到认识那位创造科学的上帝吗？愿你不仅拥抱知识，更能经历那位赐予智慧与爱的主。